小奇迹回国后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了。整活翻车后，立马找家里人求安慰。这还是从前那个怯生生的社恐小熊吗？如今的仔仔不能受一丁点委屈，明明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，结果还要赖木架碍事，一转头就找奶妈。要知道小奇迹留学期间可是看饲养员脸色吃饭的小熊，当外国奶妈拿着食物前来时，小家伙的下意识反应不是凑上前，而是躲在角落，还要假装漫不经心的玩球。对方走远后，宝贝这才慢悠悠的干饭。难怪小奇迹刚回国的那段时间这么乖，不仅主动让王奶爸摸自己的鼻子，平日里吃笋笋也是一点不剩，甚至还模仿起来对方劈竹子分担家务活。饲养员只好尽全力宠娃，让流落在外多年的仔仔体会到温暖。当小奇迹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会递来笋笋送到好大儿嘴边，还经常在不远处陪着对方睡午觉。无论是雪天还是雨天，老王都坚持在外场守护自家小孩。平日里不管小奇迹闯了什么祸，奶爸都会满脸骄傲地夸熊孩子聪明，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前段时间小奇迹过生的时候，奶爸还扛着摄像机亲自去外场拍照，他对仔仔的爱意是肉眼可见。难怪奶爸一听到游客喊王奇迹，脸上的笑容一点也藏不住，他是真的把熊猫当成自己的小孩宠。最令人感动的还得王奶爸，每次下班路过小奇迹院子的时候，都要习惯性看一眼好大儿。没想到饲养员能对熊猫这么依赖，而狼奶妈更是让仔仔体会到母爱，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毛孩子的一举一动。小奇迹呼呼大睡吐舌头的时候，他看向小奇迹，还忍不住露出慈祥的微笑。毕竟奶妈曾说过，熊猫就是自己的孩子。我照顾大熊猫跟照顾儿子都差不多。那个熊猫不熟悉我，我也不熟悉它，可能我会花一点时间把那些食物切得很小很小一块，坐着慢慢喂它，慢慢喂它。正因为两位饲养员日复一日的守护，终于让小奇迹明白自己不再是没有家的孩子。放飞自我的他性格变得愈发调皮爱玩。小奇迹不仅喜欢在大半夜拆家，就连外场的树也被他薅秃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备战奥运呢。这小子还经常化身小醋包，只是因为奶爸看了其他小熊一眼，仔仔就疯狂吃醋生胖气，不是疯狂制造噪音打扰他们，就是不理会王奶爸让对方来哄。回家的孩子怎么能不幸福呢？感谢王奶爸狼奶妈对小奇迹的爱护，美香天天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刘奶妈一声呼唤尽显温柔，你在哪哦？天。大年初七，东方卫视播放了两熊在都江堰养老的视频。天天虽然已是26岁高龄，相当于人类70多岁的老年熊，但在饲养员的照顾下，行动矫健，牙口很好，在坚硬的竹子也能分分钟炫完。而照顾他们的刘奶妈可是一位金牌饲养员，不仅专业，还很有爱心。奶妈为了给两熊调理身体，制定了不同的饮食方案，每箱天天都有自己的专属辅食。步入老年期的他们还要吃降压药，并且奶妈每天都会和宝贝们沟通交流。现在的美香天天已经能完全信任奶妈了，一向调皮的天天甚至还玩起来捉迷藏。只见奶妈将零食投放在院子里，她望向宝贝的眼神中也是满满的爱意。看到对方找不到果果，也会鼓励提醒。对。找到不啊？快去上面加油！找到了。美香和刘奶妈更是天下第一好，无论是训练还是投喂都很积极配合。对方只是在远处喊了一声，她就立马起身乖乖等待奶妈的投喂。看到温顺懂事的美香，奶妈像夸自己的孩子般赞不绝口。美香，哎，现在乖得很，听到声音了马上就来了，是不是？乖乖。本以为两熊进行体检时会抗拒，结果美香却很配合。奶妈只是指挥一下，她便立马凑过去乖乖握住栏杆。宝宝，坐这儿，哎，对，坐这儿，这儿。哎，哎，美香好棒呀！足以可见美香和奶妈的关系有多亲密。美香天天出差23年，回国后还能遇到最好的刘奶妈，也算是熊生无憾了。相信两个宝贝的未来一定会幸福快乐。而他们的孩子小奇迹虽然和父母早早分开，但小家伙在一众奶爸奶妈的照料下也很幸福。仔仔从开始的社恐陌生，到现在成了活泼开朗的大男孩。就在昨天，还因为太胖爬不上树，被全网姨姨们笑话。只见这小子绕着大树不停地转圈，小奇迹踮着脚伸直胳膊也抓不到木架。仔仔还过上了饭来张口的日子。贪吃好睡的他喜欢四仰八叉的呼呼大睡，奶爸生怕饿到好大儿，经常拿着吊猫杆投喂，而小家伙只需要静静等待果果送到嘴里。奶爸前几天还送给小奇迹一个大红盆，仔仔很喜欢这个玩具，一到外场就迫不及待葛优躺，在温暖的阳光下显得宝贝更为惬意。相信美香一家能永远幸福下去，在有爱奶爸奶妈的照顾下，生活会更加美好。谁能想到有着金刚芭比之称的飞云，竟是整个家族最温柔治愈的奈果。只见飞云穿上了新款蓬蓬裙，惊鸿一瞥，有一种治愈世间的魔力。这般美貌，相信任谁看了都得心软软。只想说萌妹如此可爱，打下金胡怎么了？况且每次都是大胡子率先撩假，飞云出手完全算是正当防卫。萌妹的脾气有多好呢？她的好姐妹妙音最有发言权，
两个宝贝打小就是好闺蜜。飞云将自己最大的温柔都给了妙音，两小只排排坐，美美吃着竹子。妙音有些累了，便直接倒在姐姐的怀里。飞云非但没有离开，反而一动不动坐在原地，乖乖让对方靠着。长大后，萌妹一如既往对妙音温柔。当调皮的妙音把铁盆丢在地上，弄出一声巨响后，本以为被吵醒的飞云会原地发疯，结果这小妞却不急不躁，甚至还满脸担忧地望向隔壁，生怕妙音有危险。当飞云叼到一只咕咕鸟时，游客们都以为对方小命不保，结果萌妹叼了一路也是完好无损。善良的飞云只是想和小鸟交朋友。然而金虎之所以惧怕飞云，或许是因为对方显赫的暴脾气家族。飞云的老爹可是大名鼎鼎的卢皇，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暴躁，是平日里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好汉。除自己最喜欢的喜妹之外，卢对其他女熊毫不手软。英英老祖在年轻时就领教过卢皇的威力，他被揍得嗷嗷直叫，压根没有还手的余地。飞云的妈妈菲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，和情绪不稳定的老爹不相上下，还有着咬伤饲养员的战绩。要知道菲菲和卢皇喜结连理之前，基地还安排她和吴岗相亲，奈何对方是个不争气的，菲菲一气之下追着吴岗暴锤，还好有卢皇及时救场，局面才没有失控。而喜乐和飞云也是姐妹，因为脾气不好被称为八里台二姑奶奶。奶爸为了锻炼她的取食能力，特意将果果放在漏食器。喜乐可不想这么麻烦，直接一口气掰断葫芦，内心 OS 我什么身份，看我拆不拆就完了。看来这个家族的女熊都是怪力少女。当姑奶奶不小心撞到树后，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冲回来报仇，没将小树扒拉出来绝不罢休。平日里只要奶爸开门晚了几秒，喜乐便气得哐哐敲门，奶爸后才肯停手。任性天后小白天也是喜乐的妹妹，这小妞的脾气可是最倔的，因为不想吃窝窝头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不是表演假吃就是装作听不见。她凭一己之力逼疯北洞的全体饲养员。相比之下，飞云竟然是最温顺的熊猫，难怪姨姨们会认为金虎挨揍是自找的。看到福宝无视掉在地上的胡萝卜，才明白他被爷爷保护的自尊心有多强。要说福猪猪最喜欢的食物，胡萝卜绝对榜上有名。可一旦美味掉在地上，福宝扭头就走，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自尊心极强的小家伙分得清餐桌和地面的区别。若是胡萝卜放在木架上，或是两位爷爷亲手投喂到孙女嘴里，福宝一定会大快朵颐，丝毫都不会浪费。这天福宝懒洋洋地趴在树上，将爷爷拿着一大堆美食前来，他也不为所动，对方只好将胡萝卜投喂到孙女嘴边。福猪猪没咬住掉了下去，爷爷拿着胡萝卜去水池边认真清洗。福宝本想吃掉，可谁料又掉在了地上。老姜便不厌其烦地又一次走向水池，将胡萝卜清洗干净，再次递到孙女嘴边。而感受到尊重的福宝立马大快朵颐。当福猪猪一个不留神摔倒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害羞的趴地上，生怕被粉丝游客们笑话。敦邦妮可是有偶像包袱的小公主，福宝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单人床，这是爷爷们亲手为小家伙打造的礼物。吃饭也有专门的餐桌，两位爷爷每次都将食物洗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孙女的桌子上。爷爷一直都像对待人类那般，一样平等地尊重大孙女。福宝的生活被爷爷们照顾得事无巨细，甚至还有丰富的娱乐生活。江爷爷会教他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宋爷爷还给大孙女制作了专属的钓鱼竿，就连小家伙玩滑滑梯，还是在两位爷爷的怀抱里学会的。正是因为福宝从小被当人类一样尊重，他的情感高需求也会更好。可以说，未来照顾福宝的饲养员压力山大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。比如前段时间瑞宝辉宝出外场，乐园考虑到小家伙攀爬木架会很危险，爷爷们便和工人们利用下班时间改动场地，拆掉了福宝最喜欢的大秋千和吊床。这一举动不免遭到了粉丝的不满，两位爷爷的社交账号直接沦陷，纷纷质疑他们饲养大熊猫的专业性。而福宝没多久便要回到自己家，到那时一定会被万千国人和粉丝们关注。福猪猪是很通人性且情感细腻的熊猫宝宝，开心不开心都在脸上体现，所以真的很需要熊猫饲养员去特别关注。愿猪猪能遇到真心待他有耐心的奶爸奶妈，像个小孩子般无忧无虑的生活。